如果一个皇帝把皇宫改造成动物园，还给自己封了个大将军的官职，你是不是觉得他是个理应亡国的千古孝君？明武宗朱厚照就是这样一个在史书里被骂了500年的超级昏君。但诡异的是，在他登基的16年里，大明王朝不但没垮，反而经济繁荣。他亲自带兵胡闹打的一仗，竟然把不可一世的蒙古铁骑打得丢盔弃甲。一个真正的疯子教不出这样的答卷。拨开史书的污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试图反抗文官体制的孤独武帝，也是一个纵欲无度，给底层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混世魔王。朱厚照的躯体里究竟住着怎样两个极端割裂的灵魂？一切的答案都要从那座将他困顿半生的紫禁城说起。公元1491年，伴随着深宫中一声清脆的啼哭，朱厚照出生于大内。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是一个被命运极度眷顾，却又被紧紧套牢的囚徒。他是极其幸运的，作为明孝宗朱佑称与张皇后的嫡长子，在那个中国古代帝王史中极其罕见的一夫一妻制家庭里，他没有庶出的兄弟姐妹争宠，独享了父母全部的溺爱与天下臣民的仰望。他不需要像历史上的其他皇子那样在腥风血雨、骨肉相残的夺嫡之争中长大。2岁时，他便毫无悬念地被立为皇太子，储位之路铺满了鲜花与锦绣，平坦的没有任何波澜。然而，这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幸运背面，却隐藏着令人窒息的残酷底色。作为大明帝国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从他记事起，大明王朝那台庞大、精密且冷酷的文官机器，便将所有的目光、期许以及难以承受的重压，全盘倾注在了他幼小的肩膀上。当时的明朝正处于史称弘治中兴的巅峰时期。在庞大文官集团的眼中，朱厚照的父亲明孝宗是一个完美无瑕的道德楷模，一个真正做到了垂拱而治的理想君主。什么是大明文臣眼中的理想君主？在经历了上百年的演化，已经高度成熟的儒家官僚体制下，皇帝不需要有汉武帝那样开疆拓土的勃勃野心，不需要有唐太宗那样金戈铁马的浪漫激情，甚至不需要有一个正常人的喜怒哀乐。皇帝只需要端坐在那个被称为龙椅的最高处，像一尊泥塑木雕的神像，接受百官的朝拜，用朱笔在内阁大学士们拟好的票拟上画一个圈。这就是大明帝国平稳运行的最高法则。在这种法则的绝对支配下，大明帝国的文官集团犹如一张密不透风的巨网，他们用繁文缛节，用不可逾越的祖宗之法，用浩如烟海的四书五经，将皇帝死死地钉在道德的神坛上。作为帝国的储君，朱厚照的童年就在这群白发苍苍、满口仁义道德的帝师们的日夜盯防与死死凝视中开始了。按照明朝皇家的规矩，皇太子到了年纪便要出阁讲学，负责教导他的皆是翰林院里学问最渊博，但也最古板执拗的大儒。史书即使再不喜欢他，也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童年时代的朱厚照天资极其聪颖，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迅速背诵晦涩难懂的经世子集，能轻易看透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但这非但没有让帝师们感到欣慰，反而让他们感到了一种深深的警惕与恐慌。因为这台庞大且僵化的官僚机器绝对不需要一个绝顶聪明，甚至拥有独立思想的天才来驾驭，他们仅仅需要的只是一个听话柔顺的守成之君。每当讲读官在春和宫里抑扬顿挫地宣讲着存天理、
灭人欲的干瘪教条时，年幼的朱厚照那双明亮的眼睛却总是越过雕梁画栋的宫檐，望向紫禁城外广阔无垠的天空。他的血管里涌动着不可遏制的勃勃的生命力。他极度渴望了解红墙之外那个鲜活的世界，他对各种动物的习性充满着浓厚的好奇，对大内侍卫们腰间挎着的绣春刀以及兵器库里散发着冷光的公墓，表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狂热。这是一种刻在基因里的武德充沛。但每当少年朱厚照展露出对骑马射箭、对排兵布阵的丝毫兴趣时，换来的总是先生们痛心疾首的死谏和长篇大论的道德说教。在那些满脑子程朱理学的文官们看来，太子的这些爱好绝不仅仅是孩童的玩闹，而是叫做玩物丧志，是动摇大明国本的极其危险的信号。他们不厌其烦地如同雪片般向明孝宗上书，强烈要求加强对太子的严厉管束。在这样无死角、令人毛骨悚然的道德凝视下，朱厚照的童年被无情地剥夺了。那座金碧辉煌的东宫对他而言根本不是什么安乐窝，而不过是一座用仁义道德砌成、用四书五经封锁的豪华监狱。正是在这日复一日的压抑、规训与精神阉割中，一颗极其猛烈的反叛种子在少年太子的心中悄然生根发芽，并最终长成了足以掀翻整个大明朝堂的参天巨树。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公元1505年的春天，36岁的明孝宗积劳成疾，在紫禁城的深宫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至死，这位被天下文官们共同颂扬的明君都在为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呕心沥血，燃烧生命。葬礼的悲音在皇城上空凄厉地回荡。14岁的朱厚照身披重孝，站在父亲的灵柩前，他冷冷地看着大殿内那些伏地大哭的辅政大臣们，内阁首辅刘健、次辅谢谦以及李东阳。这著名的内阁三剑客作为先皇留下的顾命大臣，自认为拥有绝对的权力和至高的道义，来代替先皇继续管教这个羽翼未丰的少年天子。他们在哭泣的表象下，实则已经准备好用同样沉重的镣铐将新皇死死地套牢在组织的枷锁中。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年轻的新皇眼中没有对皇权的敬畏，更没有对这群老臣的依赖，有的只是深深的恐惧与极致的厌恶。14岁的少年在心中暗暗发誓，他绝不想成为父亲那样被无休止的奏折和死板的规矩活活累死的囚徒。大明王朝是由太祖朱元璋提着脑袋在尸山血海中打下来的，是由成祖朱棣跃马扬鞭五征蒙古夺回来的。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属于征服者与马上皇帝的狂野血液，而不是暗毒劳形、酸腐不堪的墨水。当14岁的少年缓缓坐上那张冰冷刺骨的龙椅时，一场长达16年皇帝与整个官僚体制的惨烈暗战便以不可逆转的注定爆发。其实，在刚刚即位的最初几个月里，朱厚照也曾试图压抑天性，扮演一个符合文臣期待的明君。他表现出极其勤政的姿态，往往在天还没亮的媚爽时分就上朝听政，并耐着性子继续进行枯燥的日讲和经言。可这种严重违背天性、犹如苦行僧般的压抑，很快就让他感到了深深的厌倦与绝望。不久之后，他便开始懈怠，甚至常常睡到4时才出寝宫。在文官们的眼中，这绝不是一个14岁少年本该有的天性活泼或是疲惫，而是他身边以刘瑾为首的8名宦官，史称八虎的恶意引导，引诱君王堕落的恶果。面对越来越不听话的皇帝，
文官集团急需寻找一个更具威慑力，能从精神上彻底压倒皇权的武器，而上天似乎都在帮他们。从弘治18年到正德元年，京畿地区阴雨连绵，大水冲毁庄稼房屋，彗星扫过太微垣，流星陨落，天鼓自鸣。最令人心惊肉跳的是，迅雷不仅击毁了南京皇城的城墙，甚至击中了孝陵白土岗上的大树，多处神圣之地的脊兽也遭雷击。在那个极其讲究天人感应的年代，这些自然灾害成为了文官集团手中最致命的政治武器。群臣立刻抓住这些灾异作为上天谴告的铁证，纷纷上书对新君展开了狂轰滥炸式的道德审判。他们将朱厚照沉湎骑射，宫中练兵，游玩无度，微服出行，视朝见晚，乃至居丧不哀等所有违背儒家礼法的过失一一列出。面对着排山倒海般挟天意以令天子的道德审判，孤立无援的朱厚照只能暂时低头表示反省，并一度被迫平去鹰犬，停止骑射。但表面的屈服掩盖不住内心的波涛汹涌，他对朝臣那张无处不在的控制网的不满与抵触，不仅没有消散，反而与日俱增，犹如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面对文官集团步步紧逼的窒息感，朱厚照选择了一种极其极端也极其祸国的反抗方式，大肆提拔身边的太监。刘瑾等八虎投其所好，进献猎犬、雄鹰、歌舞，看似是在引导皇帝堕落，实则是在帮助皇帝夺回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和权力触角。为了进一步激化矛盾，阴险毒辣的刘瑾还极其阴毒地给朱厚照编排了一出戏剧。在深宫之中，戏子们卖力地演绎着弘治年间阁臣如何操纵朝权，将皇帝当成傀儡的桥段。这出戏犹如一把锋利的尖刀，彻底挑破了朱厚照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对老臣的温情，让他对内阁留下了极其恶劣、无法挽回的印象。太监势力的急剧膨胀，立刻触动了文官集团最敏感的神经。公元1506年，登基仅1年的朱厚照迎来了文官集团的疯狂反扑。以内阁首辅刘建、次辅谢谦为首，联合6部9卿以及言官科导，在紫禁城内掀起了一场针对八虎的政治风暴。群臣逼宫，要求皇帝立刻处死八虎。一时间，弹劾刘瑾等人的奏折如漫天大雪般飞入大内，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前所未有。当皇帝试图拖延时，内阁甚至祭出了大明朝文官集团最致命、最恐怖的武器——封还内批，即内阁拒绝为皇帝起草圣旨，甚至以百官集体辞职相要挟，试图彻底瘫痪整个国家的中枢运转体系。这场剑拔弩张的对峙中，年轻的皇帝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死危机。在这秋风萧瑟的夜晚，大殿内烛影摇晃，刘瑾等8个太监跪在朱厚照的脚下，嚎啕大哭，哀声震天。刘瑾一面磕头如捣蒜，鲜血直流，一面声泪俱下地说出了一句极具煽动性也最为致命的话：阁臣们哪里是要杀奴才们，他们分明是看皇上年幼，想要夺皇上的权啊！这句话犹如一道闪电，精准地击中了朱厚照内心深处对被控制的极致恐惧。他痛苦地发现，只要自己还待在这座紫禁城里，只要自己还按照文官设定的游戏规则出牌，他就永远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于是，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夜晚，朱厚照彻底抛弃了所有的懦弱与犹豫，展现出了与其年龄极不相符的铁血政治手腕。次日清晨，当晨曦刚刚照亮紫禁城的琉璃瓦时，
一道冷酷无情的圣旨震惊了整个帝国。皇帝不仅没有处死八虎，反而加官进爵，任命刘瑾掌管司礼监，掌握批红大权，同时全盘接受了刘建、谢谦等人的辞呈，勒令这些满朝文武的精神领袖即刻收拾铺盖，致使还乡。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午夜政变之后，大明朝堂进入了一个极其诡异且血雨腥风的时期。朱厚照仿佛真的如文官们所预言的那样，彻底堕落成了一个只知声色犬马的昏君。他将国家大政、批红大权悉数委派给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刘瑾权倾天下，甚至被民间私下且恐惧地称为立皇帝，而高居宝座的朱厚照则是那个只图享乐、万事不管的做皇帝。文官集团在刘瑾所建立的特务统治下苦不堪言，东厂、西厂乃至新设立的内行厂提气四出，无数正直的朝臣被下狱、廷杖，甚至家破人亡。整个紫禁城和京城都笼罩在刘瑾的白色恐怖之中。后世的史官在记录这一段历史时，往往痛心疾首地认为这是皇权旁落、皇帝被太监深度洗脑并蒙蔽的黑暗时代。然而，历史的迷雾往往掩盖了最锋利的刀刃。朱厚照，这个在14岁就能借力打力、一举掀翻内阁3剑客的绝顶聪明的少年，真的会被一个家奴彻底蒙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这场看似失控的权力狂欢中，朱厚照始终以一种极其冷酷的旁观者姿态，高高在上地注视着朝堂上的群魔乱舞。他刻意放纵刘瑾，本质上不过是借他的毒牙去疯狂撕扯、摧毁文官集团那张令他窒息的规矩巨网。只要刘瑾的屠刀挥向的是外朝的士大夫，皇帝便乐得躲在幕后，继续安享他的荒唐与自由。然而，权力的贪欲犹如无底洞，往往会反噬其主。当刘瑾的权势极度膨胀，以至于开始模糊主仆的边界，甚至隐隐威胁到皇权本身的绝对安全时，他距离被烹杀的命运也就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了。而戳破这层窗户纸的契机很快就降临了。公元151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宗室叛乱——安化王之乱，如同撕裂夜空的闪电，瞬间照亮了帝国权力运作的幽暗底色。在平叛的过程中，奉命出征的文臣杨义清与同样对刘瑾心怀不满的太监张勇结成同盟。在凯旋回京的那个深夜，张勇趁着向朱厚照献俘的机会，突然呈递了刘瑾图谋造反的17条铁证，其中甚至包括刘瑾私藏玉玺、甲胄和弓弩的惊天秘密。朱厚照没有给刘瑾任何对峙与辩解的机会，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优柔寡断。他当机立断，连夜抄家，将这个曾为自己冲锋陷阵、挡下无数文官明枪暗箭，如今却尾大不掉的立皇帝直接下狱。在刘瑾的家中，当真搜出了伪造的玉玺与无数兵器。随后，大明朝历史上最严酷的一次凌迟之刑被毫不留情地加诸于刘瑾之身。刘瑾死了，大快人心，但朱厚照心中的枷锁并没有随之解除。他对这座紫禁城的厌恶已经达到了顶点。他明白，文官集团在欢呼雀跃之后，正准备重新收紧那张名为祖宗之法的道德巨网，试图将他再次拉回那个端坐龙椅的位置。只要他还住在那座金碧辉煌、规矩森严的紫禁城里，他就永远是理学和礼教的囚徒。其实，早在诛杀刘瑾之前，朱厚照便已经开始实施他一生中最具颠覆性，也最让后世史官诟病的伟大越狱计划——搬出紫禁城。
他在皇城西北角的太液池畔，下令修建了一座庞大、神秘且耗资巨万的建筑群——豹房。在后世的民间野史与文官的愤怒奏折中，豹房被描绘成一个藏污纳垢、淫声艳语的魔窟，里面塞满了珍禽异兽和各色美女，是朱厚照荒淫无度的绝对铁证。然而，如果我们试图用客观且锐利的显微镜去观察这座建筑，会发现它并非纯粹的谎言，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充满极致矛盾的双面体。一方面，豹房确实是朱厚照精心打造的，完全独立于内阁和六部之外的最高军事与政治指挥中心。在这里，他彻底脱下了繁复沉重、代表着儒家法统的龙袍，换上了轻便的胡服。他不再接见那些满口经世子集、只会纸上谈兵的文臣，而是与边关退下来的百户、千户们同吃同住。他在这里极其刻苦地学习蒙古语、藏语，日夜演练骑射与阵法。伴随着太液池的粼粼波光，豹房的四周驻扎着他亲自挑选和训练的禁军，这些从边军中抽调出来的精锐只效忠于他一人。通过豹房这个物理和权力上的堡垒，朱厚照实质上绕过了庞大臃肿的外朝官僚系统，将大明帝国的军权牢牢攥在了自己手里。但历史的另一面却是极其残酷和丑陋的。绝对的权力一旦脱离了所有的监督与制约，必然会滑向绝对的深渊。豹房同样也是朱厚照宣泄其无尽欲望、极度骄奢淫逸的修罗场。这位年轻的帝王在权力的巅峰与反叛的快感中，彻底迷失了自我作为天下共主的底线。他不仅在豹房中豢养了无数的猛虎、金钱豹和珍禽异兽，更下令从全国各地乃至西域藩国大肆搜罗各色美女、僧人、术士。正史记载绝非虚言，他在豹房内的私生活极其混乱且毫无廉耻。他甚至常常在夜间带领亲信微服出巡，在京城内外强抢良家妇女，甚至连臣子的妻子、民间的孕妇也不放过，将其强行掳入豹房，供其淫乐。夜幕降临时的太液池畔，呈现出一种极其恐怖且割裂的景象，一边是武将们演练阵法的震天喊杀声，另一边则充斥着通宵达旦的靡靡之音、纵欲狂欢以及被掠夺女子的绝望泣血。这种畸形到了极点的场景，正是朱厚照内心的真实写照。他既渴望摆脱文官束缚，成为一代铁血武帝，又无法克制骨子里作为特权阶级的极致享乐主义。他反抗压迫，但他自己却成为了京城百姓眼中最残暴的压迫者。而要维持这种极其荒唐且残暴的绝对统治，单靠紫禁城里的锦衣卫和太监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彻底的掀翻桌子，将大明帝国的军政大权变成自己的私人物品，他就必须拥有一支只知有皇帝不知有朝廷的私人武装。于是，为了在军队中建立一种绝对的个人效忠体系，彻底架空兵部的指挥权，朱厚照在诛杀刘瑾之后，将目光投向了九边重镇，并极其宠信一个名叫江彬的边关悍将。江彬不仅骁勇善战，更精通逢迎与谄媚之术。他敏锐地察觉到了皇帝渴望军功与尚武的心理。在江彬的疯狂怂恿下，朱厚照做出了一个打破大明100年政治平衡，更让京城百姓陷入无尽梦魇的决定。他将镇守大同等地的精锐边军大规模调入北京，不仅驻扎在豹房周围，甚至直接接管了京城的部分房屋。这些常年在边关刀口舔血、只知杀戮而毫无军纪可言的骄兵悍将，一旦进入繁华富庶的京城，
犹如一群饥饿的野狼冲入了毫无防备的羊群。他们在皇帝的纵容和江彬的包庇下，在天子脚下横行霸道，欺男霸女，强买强卖，视人命如草芥。原本应该在长城防线上保家卫国的大明军人，成了鱼肉百姓的土匪恶霸。一时间，京城百姓终日惶恐不安，甚至到了白天不敢开门，夜里不敢点灯的悲惨境地。而高高在上，自诩为大将军的朱厚照对此却视而不见。他只在乎这些满身戾气的军队是否对自己绝对忠诚，是否能作为他震慑文官集团的武力后盾，却完全无视了这种忠诚是建立在底层百姓的累累白骨与无尽血泪之上的。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为了巩固这种极其原始、落后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朱厚照在全军上下掀起了一场极其荒唐的收义子狂潮。他不仅赐予江彬等军阀国姓，更肆无忌惮地大肆收纳干儿子。据史书记载，被赐姓朱、收为义子的武将、太监乃至市井无赖多达100余人。这些所谓的皇家义子们仗着皇帝的宠信，犹如吸血鬼一般，疯狂地兼并土地，贪赃枉法，搜刮民脂民膏。朱厚照天真地以为，他用赐姓和金钱建立了一支只忠于自己的铁军，却不知道这支军队早已被特权和腐败彻底腐蚀，变成了一颗长在帝国心脏上的巨大毒瘤。当我们透过历史的滤镜，试图赞美他反抗文官体制的勇气时，绝不能忘记支撑这场荒诞反叛的背后，是整个大明帝国经济的濒临崩溃。朱厚照为了维持豹房如同流水般的巨额开销，为了赏赐他那数不清的义子和亲信，为了支撑他一次又一次劳民伤财的出巡，将明孝宗一生勤政积攒下来的国库挥霍一空。当正规的赋税已经无法满足他如黑洞般的欲望时，他便纵容太监和亲信在全国各地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盐法被破坏，矿税被滥收，各地的皇庄疯狂吞噬着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在那个所谓的弘治中兴刚刚结出一点果实的年代，朱厚照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将大明的家底败得精光。江南的机户因为沉重的税收而破产，北方的自耕农因为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文官们在奏折里痛心疾首地描绘的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绝不仅是文人相轻的夸大其词，而是大明底层百姓正在经历的血淋淋的客观现实。他是一个在体制内奋力反抗的囚徒，但他反抗的武器却是无情地牺牲整个国家的元气与千万百姓的生计。这头几乎要将帝国榨干的权力巨兽，其疯狂掠夺的背后，并非仅仅为了满足声色犬马的低级享乐。他耗尽天下财力豢养亲军，将边关悍将调入京城，其实都在为他内心深处那个最宏大也最危险的幻想做着铺垫。当大明的内部已经被他搅得天翻地覆，民怨沸腾，当紫禁城里文官们的唾骂与死谏已经让他感到极度厌烦时，他迫切地需要一场真正的风暴来宣泄他那无处安放的狂野。他的目光早已越过了居庸关的长城，投向了黄沙漫天的漠北。在那里，大明王朝真正的宿敌蒙古达延汗正在集结铁骑，对中原虎视眈眈。而他，大明王朝的第10位皇帝，正极度渴望着用一场真正的血战来证明自己不仅是天命所归的君主，更是横扫千军的战神。当太液池畔的秋风逐渐染上肃杀之气，紫禁城里的文臣们惊恐地发现，他们眼中那个似乎只知道在豹房里厮混的荒唐天子，正在酝酿一场
足以颠覆大明100年组织的超级风暴。在儒家那套严密且刻板的政治光谱里，皇帝是天下的共主，是端坐明堂、不苟言笑的道德偶像。天子讲究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绝不能轻易涉险，更绝对不能亲自带兵打仗。因为一旦皇帝掌握了绝对的军权，并在战场上建立起无可匹敌的个人威望，那么文官集团历经数代建立起来的脆弱权力平衡，就会在绝对的武力面前瞬间土崩瓦解。朱厚照比谁都清楚这条横亘在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潜规则，他也清楚，只要自己还死死顶着大明皇帝这个神圣却又沉重的头衔，文官们拼死也会拦住他，他就永远跨不出居庸关半步，永远只能在纸上谈兵。于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最不可思议，也最具黑色幽默的一幕奇观诞生了。他做出了一个让后世所有正统史学家都瞠目结舌的举动，给自己改名为朱寿，并由皇帝亲自下旨，加封这个凭空捏造出来的朱寿为镇国公、总督大将军。在正史的字里行间，这不过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昏君玩的一场走火入魔的过家家游戏，是皇权堕落到极点的标志。但拨开这层荒诞的外衣，这恰恰是朱厚照在令人窒息的文官罗网中所能做出的最无奈的政治突围。皇帝的身份不能出关，但大将军可以；皇帝不能亲自指挥前线将士，但大将军理所当然可以。他用这种近乎诡辩与荒诞的法理分裂，硬生生地在文官们用四书五经编织的法网中撕开了一道口子。当内阁大学士们还在为这份荒唐透顶的圣旨疯狂上书死谏时，朱厚照已经带着他在豹房秘密训练多年的百战亲军，一骑绝尘地冲出了天下第一雄关居庸关。那个被厚重的宫墙压抑了整整26年的灵魂，终于在塞外苍茫的狂风中发出了宛如孤狼般狂野的嘶吼。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在朝堂上忍受老臣们无休止絮叨的木偶，他是大明帝国最锋利的剑，即将饱饮敌人的鲜血。一场真正考验他成色的血战，正在北方的黄沙中等待着他。此时的北方大漠，正处于一位草原枭雄达延汗的强权统治之下。这位被称为蒙古帝国中兴之主的铁血大汗，刚刚以极其残酷的手段重新统一了分裂已久的蒙古诸部，麾下空闲之士数十万，兵强马壮，气焰极其嚣张，隐隐有恢复昔日大元帝国版图的野心。达延汗亲率5万精锐铁骑，如黑色的死亡潮水般越过长城防线，带着毁天灭地的杀气，直扑大明9边重镇之一的应州。5万蒙古主力倾巢而出，这股力量足以横扫任何一支准备不足的明朝守军。敌军压境的恐怖消息传到后方，明军诸镇将领无不胆寒，许多人被蒙古人的声威所慑，主张闭门死守，试图按照以往的惯例，等待敌军劫掠堡掠后自行退去。但在大同前线，刚刚脱下龙袍，身披重甲的大将军朱寿，眼中却燃烧起了一种压抑已久的狂热火焰。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太久。在紫禁城的憋屈，在文官面前的装孙子，在这一刻统统化作了对战争的极度渴望。他断然拒绝了所有将领的保守建议，下达了一道让全军震惊的军令：全军出击，主动迎战。这场被明史刻意以极其简陋的笔墨贬低，甚至试图在清史中彻底抹杀的应州之战，迎来了他最惨烈也最壮丽的开局。这场战役没有《三国演义》里那些玄之又玄的奇谋诡计，也没有羽扇纶巾的谈笑风生，有的只是最原始、
最残酷的血肉磨盘。战火从清晨一直烧到凄厉的黄昏，大地被鲜血染红，随后又从黄昏烧到了第二天。朱厚照在敌阵中疯狂冲杀，温热的鲜血飞溅，染红了他原本威武的战袍。在漫天飞舞的箭雨和震耳欲聋的兵器碰撞声中，这位年轻的帝王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的恐惧，他的灵魂深处只有一种属于帝王、属于征服者的极致亢奋。经过连续数日如同炼狱般惨烈的拉锯战，骄横的达延汗终于惊恐地发现，眼前这支明军与他以往遇到的那些一触即溃的边防军完全不同。那个在阵前如疯魔般疯狂冲杀的明朝皇帝，不仅有着身先士卒的匹夫之勇，更有着极其老辣、敏锐的战场调度能力。在朱厚照的亲自指挥下，明军各部虽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阵型丝毫不乱，步兵与骑兵、火器与弓弩配合默契，各营之间相互驰援，硬生生地将蒙古人一浪高过一浪的进攻彻底撞碎在尸横遍野的旷野上。面对巨大的伤亡和深不可测的大明主力，达延汗最终无奈地选择了撤退，只给应州城外留下满地的残旗、断戟与堆积如山的尸骸。这场战役的战略意义是极其巨大的，它绝非是一场皇帝个人的义气之争，而是彻底打断了达延汗试图大规模南下饮马黄河的脊梁。朱厚照用一场实打实的流血飘橹的硬仗，向全天下证明了自己绝不是文臣笔下那个只爱声色犬马的废物。他不仅以铁血手腕保卫了大明的边疆，更找回了自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军队丢失了整整70年的军魂与自信。这场足以彪炳史册的辉煌胜利，换来的却不是文官集团的崇敬，而是更为阴险恶毒的政治绞杀。他们用手中的石笔，将这场动辄10余万人绞杀的战略大决战强行篡改，贬低为斩首16级的荒唐闹剧，试图彻底抹杀皇帝的军功，以维护文官的绝对话语权。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权力霸凌，朱厚照终于看透，自己打得赢在外凶残的蒙古铁骑，却永远打不赢紫禁城里那些手握笔杆子的读书人。既然北方的外患已经暂时解除，既然朝堂上的文官壁垒如铁板一块，坚不可摧，他便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去彻底捣毁这群伪君子的老巢。就在他满心机遇，渴望将战火引向大明内部的权力格局时，历史极具戏剧性地给他递上了一把绝佳的刀。第2年，南方突然传来了震动整个帝国朝野的800里急报，蓄谋已久的宁王朱宸濠在南昌悍然举兵造反，大军直逼南京。整个京城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内阁大臣们日夜停议，愁云惨雾笼罩着紫禁城。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坐在豹房御座上的朱厚照在听到这个足以动摇国本的叛乱消息时，却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他又一次毫不犹豫地以大将军朱寿的绝对名义，在一片惊骇的阻拦声中下达了御驾亲征的诏书。对于具有极高政治嗅觉的朱厚照而言，宁王之乱从来都不只是一场单纯的宗室叛乱，它更是上天赐予他的一把尖刀。他终于找到了将北方精锐军队的刀锋直接插入南方江南士绅集团心脏的绝佳借口。他要带着他那些饱经风霜的亲兵，亲自去查看那个出产了无数科举状元，也出产了无数言官的富庶江南，去看看那温软水乡的水底下到底藏着怎样盘根错节的猫腻与腐败。可是历史的剧本总是在最关键、最引人入胜的时刻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戏剧性转折。就在朱厚照的大军刚刚磨刀霍霍，
浩浩荡荡的拔营准备南下时，前方却意外地传来了平叛的捷报。大明王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哲人，一代心学宗师王阳明，以近乎不可思议的军事天才和雷霆手段，仅仅用了43天的时间，就将蓄谋了10整年的宁王朱宸濠生擒活捉，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平息了这场危急社稷的叛乱。对于一个遵循常理、心系苍生的正常君主来说，既然叛乱已经平息，首恶已经伏诛，理应顺水推舟地班师回朝，大赏天下有功之臣，以安抚刚刚遭受战乱惊吓的百姓。紫禁城里的文武百官在接到捷报后，也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们满心以为这场劳民伤财、荒诞不经的南巡闹剧终于可以体面地收场了。但他们再一次，也是极其致命的，低估了朱厚照那近乎偏执的政治执念与骨子里作为独裁者的极度自私。当平叛的捷报快马传到御前时，朱厚照不仅没有下令退兵，反而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决定，下令大军隐瞒捷报，继续按原计划南下。更暴露出他昏君本质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御驾亲征的虚荣心，他竟然荒唐地传旨给前线的王阳明，暗示将已经被五花大绑的宁王重新放回鄱阳湖，好让威武大将军朱寿亲自率军再抓他一次。这一刻，朱厚照作为大明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底线彻底崩塌了。他完全无视了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创伤，将关乎社稷存亡、千万百姓生死的平叛战争当成一场专供自己娱乐和政治表演的狩猎游戏。大军无视朝廷的抗议，继续坚定地向南推进，一路上金戈铁马，旌旗蔽日。但这面代表着帝国最高权力的旌旗，给南方带来的并非安抚，而是比叛军还要可怕的深重灾难。跟随他南巡的江彬等边关悍将，将南下之路变成了一场明目张胆的合法抢劫。大军所过之处，地方官府被敲骨吸髓的勒索，为了迎接皇帝的銮驾和满足边军的胃口，无数州县的府库被搜刮一空。更可怕的是，这些在北方边境杀人如麻的士兵，在江南如入无人之境，强行闯入民宅劫掠财富，无数良家妇女被强行掳走，以充实皇帝的行宫和武将的营帐。沿途百姓叫苦连天，纷纷逃亡。原本富庶繁华的江南水乡，在皇帝大军的铁蹄下，硬生生地被蹂躏成了一幅人间地狱的惨状。他用反抗礼教的借口冲出了紫禁城，但他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更为赤裸裸、毫无底线的皇权暴政。终于，历史的巨轮却也在此时悄然行驶到了他命运的转折点。这位一生都在以极其暴烈的姿态与体制抗争，试图以一己之力扭转大明航向的孤独武帝，即将在这片温软靡靡的江南水乡迎来他生命中最后也是最凄凉的落幕。当朱厚照认为对南方的敲打、勒索与震慑已经足够，终于心满意足地下令班师回朝时，一场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意外彻底击碎了这位年轻帝王试图重塑大明权力格局的全部野望。9月，浩浩荡荡的豫州船队满载着从江南各地搜刮来的奇珍异宝、绝色美女以及被俘虏的宁王朱宸濠，耀武扬威地行驶至清江浦。清江浦作为这条沟通帝国南北的运河水路大枢纽，水面极其宽阔，秋风萧瑟，波浪翻滚。自幼在干旱烧水的北方长大的朱厚照，对这江南浩渺的水乡始终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好奇与强烈的征服欲。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刺激，
追求打破一切常规的快感。那天天空阴沉，秋风渐起，他不顾随从太监和将领们的劝阻，兴致勃勃地乘着一艘极其小巧的渔船，亲自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撒网捕鱼。对于一个曾在应州那宛如修罗场般的战场上斩将夺旗的帝王来说，在运河里捕鱼这种小风浪，似乎不过是漫长旅途中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消遣。但就在那张沉重的渔网即将收网的瞬间，命运的齿轮发出了残酷而冰冷的咬合声。网中或许是网住了一条在水底拼命挣扎的巨大鱼鳖，巨大的拉力让原本在秋风中就摇摇晃晃的小舟瞬间失去了平衡。伴随着岸上和渔船上太监们惊恐绝望、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大明王朝的第10位皇帝犹如断了线的风筝，重重地跌入了深秋那冰冷刺骨的运河浊流之中。运河的水冷得彻骨，浑浊而沉重。朱厚照在刺骨的水中拼命挣扎，水底的水草犹如无数双怨毒的手，死死地缠绕着他的身体，冰冷浑浊的河水无情地倒灌进他的口鼻。那一刻深陷水底的极致窒息感，与他16年来端坐在紫禁城那张孤高寒冷的龙椅上，面对群臣如潮水般涌来的死谏时的窒息感是何其的相似。大明王朝的文官体制未能将他困死，但这条孕育了江南财富的运河却差点要了他的命。当随行的侍卫们终于七手八脚、惊恐万状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水面时，那个曾经生龙活虎、能在马背上连续狂奔数个昼夜的威武大将军，已经在这场极其冰冷的意外中彻底耗尽了生命最后的元气。这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落水风寒，秋水之中蕴含的致命寒毒瞬间侵入骨髓，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多年来，他在豹房操劳政务，抵御外患，但同时又毫无节制地纵情声色，饮酒作乐。他的身体早就在这冰火两重天的极致透支中被彻底掏空了。那具原本强悍的躯体，在清江浦的秋风中瞬间垮塌，连同他试图建立的军镇帝国一起走向了毁灭的倒计时。从清江浦一路北上返回北京的归途，失去了来时的嚣张与跋扈，变成了一场漫长、沉闷而充满绝望的死亡行军。当御驾的栾仪终于在漫天飞雪中缓缓驶入北京城时，夹道贵营的文武百官偷偷抬眼，看到的已经不再是那个飞扬跋扈、满面红光的大将军朱寿，而是一个面容枯槁、眼窝深陷、在欲撵中剧烈咳嗽的虚弱帝王。兜兜转转，他又一次回到了那个他一生都在试图用尽全力去逃离的巨大牢笼。豹房里的猛兽依然在夜色中发出嗜血的低吼，各色一帮的美女依然在等待主人的临幸，但他们的主人已经连握住刀柄的力气都没有了。31岁的朱厚照躺在病榻上，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要落幕了。他那荒诞、狂野、充满杀戮与享乐的一生即将画上句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一生放荡不羁、以叛逆为标签的帝王，展现出了极其清醒与通透的政治大局观。他没有传唤那些他提拔的边将，也没有召见内阁的阁臣，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司礼监太监。他用微弱却异常清晰的声音留下了最后的遗言：朕在位16年，所作所为皆朕自惹，与汝等无语。皆朕自惹，与汝等无语。这短短的10个字，是朱厚照对自己一生的终极判词，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温柔与绝世的高傲。他至死都不肯向文官集团低头认错，更没有下一道所谓的罪己诏。
他大包大揽下了所有的荒唐与暴政的罪名。他极其聪明地预见到了自己死后，文官集团必将掀起一场极其残酷的政治清算。他用着最后的一句话，试图将那些曾跟随他对抗体制的太监、武将从即将到来的屠刀下择出去。他是在告诉天下人，一切都是朕的本意，你们不要去为难底下的人。随后，这位大明历史上最复杂、最矛盾、最残暴也最孤独的帝王缓缓闭上了眼睛。他终于彻底摆脱了紫禁城的规矩，摆脱了祖宗的家法，摆脱了蒙古人的威胁，也彻底摆脱了那座名为大明王朝的沉重戏台。回望着波澜壮阔却又千疮百孔的16年风起云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天资聪颖、渴望建功立业的皇帝最终会沦为历史的笑柄？这场帝王与体制的惨烈对抗，究竟撕开了明朝怎样的底层逻辑与系统性危机？大明王朝的政治设计，从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13年废除丞相、大杀胡惟庸那一刻起，就埋下了一个无法调和的死结。朱元璋试图将天下的权力全部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但他高估了子孙后代的精力。皇权在失去相权的缓冲后，被推向了绝对的孤立无援。为了填补丞相的权力真空，内阁应运而生。伴随着科举制度的绝对成熟与八股取士的僵化，内阁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庞大、坚固且拥有独立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的文官集团。到了明朝中叶，程朱理学已经彻底丧失了初创时的活力，异化成了禁锢整个社会思想的铁壁。在这个系统里，皇帝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而是整个官僚体制运转的最高符号，一个只会盖章的橡皮图章。文官集团需要的是一个在紫禁城里按部就班、垂拱而治的神，绝不是一个想要冲出大内、去边关印马、去江南抓贼的人。朱厚照的悲剧在于他生错了时代，他的血管里流淌着洪武帝的开阔与永乐帝的尚武，他骨子里是一个开疆拓土的创业之君，但他的肉身却被极其错误地投放在了一个崇尚守成、以四书五经治理天下的中晚明。他建立豹房，试图在僵化的官僚体系之外再造一个以军功和武力为核心的平行政府。他自封威武大将军，试图用一种近乎诡辩的法理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军事指挥权。他用极其夸张，甚至近乎自毁的方式，疯狂地冲撞着这座名为组织的无形监狱。然而，个人的力量在成熟的制度面前，终究是渺小而绝望的。更可悲，也更不可原谅的是，他反抗制度的代价是无情地牺牲了天下苍生的福祉。他试图砸碎一个禁锢他的旧世界，但他没有能力，更没有耐心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他留给后人的只有一地鸡毛、空虚的国库和民不聊生的烂摊子。他是一个失败的改革者，更是一个毫无底线的暴君。朱厚照死后，他一生想要打击的文官集团拿起了他们最擅长也最致命的武器——修史。在《明实录》和《明史》的字里行间，他的政治意图被悉数抹杀，他的战功被贬低为闹剧，他的抗争被定性为彻底的精神分裂与荒诞不经。文官们用最严密的儒家道德体系，将他生前的一切努力彻底解构，将他所有的暴政无限放大，最终将他死死地钉在了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他生前极力保全的江彬等武将，也在他死后的政治清算中被迅速诛杀。北京昌平的康陵，苍松翠柏掩映着这位31岁便早逝的帝王。
历史的车轮无情地从他身上碾过，并没有因为他的疯狂而改变方向。相反，大明王朝在惊魂未定之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走向了继任者嘉靖皇帝20年不上朝，躲在西院炼丹的权谋深渊，走向了万历皇帝30年代政，文官集团党争互撕的系统性崩溃。当后世的人们翻开厚重的史书，在一片对于昏君的讨伐声中，我们应当看到一个立体的明武宗。他绝不仅是文臣笔下的无道昏君，也绝不是被洗白的千古圣主。或许只有那一阵掠过九边重镇，吹拂过应州古战场的朔风，还隐隐记得那个顶盔贯甲，在黄沙中纵马狂奔的孤独背影。他是一个被时代错付的武帝，一个被制度逼疯的天才，一个沉沦于欲望深渊的暴君，更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一道最触目惊心、最血腥也最无法弥合的制度裂痕。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